两個門將一直撲不出去，而水晶宮最後罰球的比凱帕還要頑固，就不信邪，偏要往凱帕一直倒的左邊踢。而凱帕也不信這個邪，玩的就是心理戰。最終門將凱指導的執着打動了對手，而且罰丟點球的拉克魯瓦，今天80分鐘的烏龍球也是他。一輪到這家伙罰球，老 K 心裡面咯噔一下，水晶宮可能完了。他說呀，我只喜歡香草的味道，家裡的所有東西都必須是香草味的，而我總是盡量早點睡覺，就是為了半夜醒來可以吃餅乾。我真的太喜歡吃餅乾了，這是我最喜歡做的事兒。也正因為這個習慣，我現在沒法談戀愛，因為我總會在半夜醒過來。就不知道和女友以及女友的3個孩子在一起，這趟旅行能不能讓他 calm down 冷靜冷靜。個人覺得維尼修斯這樣的小孩性格，喜歡比自己大一些的女孩也值得理解，更能夠在對方身上找到一種成熟感。好，朋友們，今天咱們會從戰術的角度好好分析一下18歲的巴西小妖超級天才埃斯特旺。然後今天的英格蘭聯賽杯，阿森納對水晶宮點球大戰罰得非常精彩。此外，今天的節目還有關於巴薩亞馬爾、皇馬維尼修斯的報道，您千萬不要走開。在此之前，咱們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節目能夠有越來越多的觀眾看到，離不開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謝你們。18歲的埃斯特旺現在已經被巴西公認為是繼內馬爾和恩德里克之後又一尊真神，而且他的小時候經歷還充滿了各種奇幻色彩。埃斯特旺是出生於巴西聖保羅州，他的父親伊沃曾經是一位職業球員，退役後成為了一位教堂牧師。有意思的是他父親回憶，在埃斯特旺出生以前，自己在教堂裡得到過一個預言，稱這個孩子將會非常特別，並且會在未來改變整個家庭的命運。而埃斯特旺出生以後，跟許多巴西球員小時候一樣，就喜歡在街道上赤腳踢球。正是這種街頭足球的經歷，練就了他極度靈活的腳下技術和非常好的平衡感。到了10歲的時候，埃斯特旺已經打破了過去各種屬於內馬爾的記錄。10歲那年，他已經和耐克簽下了一份贊助合同，打破了當時由羅德里戈在11歲、內馬爾在13歲就和耐克簽約的年齡最小的球員的記錄。而由於他身材矮小，左腳技術極其精湛，並且踢球風格和梅西很相似，所以克魯塞羅的教練和球迷開始叫他小梅西、梅西尼奧。可儘管天賦異稟，他的成長道路也並非一帆風順。在他更小的時候，聖保羅足球俱樂部曾經因為他看上去太瘦弱而拒絕了他，這對年幼的埃斯特旺是一個巨大打擊，不過也激勵了他更加刻苦訓練。而整個家庭為了支持他的夢想，父母和姐姐也曾多次搬家，先是從他出生的弗蘭卡這個地方搬到了貝羅奧里藏特，這裡是克魯塞羅俱樂部的所在地。14歲的時候又轉投了帕爾梅拉斯，全家人再次搬到聖保羅。他的父親甚至親自打理埃斯特旺的每一場訓練和每一餐的飲食。隨着名聲越來越大，埃斯特旺開始展現出一些超越自己年齡的成熟心態。首先就是擺脫陰影。雖然梅西尼奧這個綽號讓他名滿天下，可17歲的時候，埃斯特旺公開表示，我不喜歡被叫做小梅西，以後別這麼叫我了。他說，我尊重梅西，但我想創造屬於埃斯特旺的故事。這種強烈的自我認同感讓媒體對他刮目相看。而有意思的是，在2024年底，當時對陣前俱樂部克魯塞羅，他打進了絕殺進球。進球後卻沒有瘋狂慶祝，而是舉手抱歉。這個動作在巴西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贏得了球迷們的極高評價。這也展現了他對過去母隊的感恩之心。而且就在24賽季的巴西甲级聯賽，只有17歲的埃斯特旺交出了進球加助攻超過20次這樣驚人的成績單，也超越了內馬爾在17歲創造的單賽季參與16個球的巴西聯賽紀錄。還有在2025年9月，在代表巴西國家隊出戰的時候，埃斯特旺打進了一個精彩的倒掛金鈎，這也成為1958年自球王貝利以來正式比賽中為巴西隊進球的最年輕球員，而且還是一記精彩的倒掛金鈎，這也太有象徵意義了。另外，埃斯特旺的人品很好。在2025年世俱杯結束以後，當时切尔西主教練馬雷斯卡就邀請他立即歸隊到切爾西來，可埃斯特旺婉言謝絕了，提前報到，理由是他需要回到巴西，親自向帕爾梅拉斯基地裡的每一位工作人員，包括清潔工、廚師和教練們進行道別。他堅持要從正門風風光光地離開。正是這樣的舉措讓帕爾梅拉斯全隊上下深受感動。埃斯特旺很早就進入了正規的足球青訓，2017年只有10歲就加入了克魯塞羅俱樂部的青訓營。
甚至有報道說他在青訓階段經常是打比自己大3到4岁的比賽。這雖然非常殘酷，但也能夠幫助他更快地提升對抗意識和速度。2021年14歲的时候，埃斯特旺從克魯塞罗俱樂部轉回到帕爾梅拉斯的青訓營，這個決定是他成長路上的一個巨大轉折。因為無疑帕爾梅拉斯的青訓體系在巴西國內更具競爭力，而到了帕爾梅拉斯，在青訓隊期間，他的表現非常亮眼，拿到了 U15、U17 的多個青訓冠軍。這些冠軍經歷讓他積累了不僅是技術，還有一種冠軍的心態。值得一提的是，在2023年巴西 U17 青少年聯賽的決賽，埃斯特旺打入了帽子戲法，率領帕爾梅拉斯 U17 奪冠。這場比賽讓很多人認為他是真正的未來巨星。這裡就是埃斯特旺職業生涯的一個起點。而在2023年的12月7日，年僅16歲8個月的埃斯特旺在帕爾梅拉斯一線隊完成了首秀，成為俱樂部史上第4年輕的出場球員。5個月後，2024年的4月24日，正好是他17歲生日當天的附近，他在解放者杯中打進了首個職業進球，成為了歷史上第3位在解放者杯中進球的 U17 球員。現在在巴西國家隊，到2025年年末不到12場國家隊比賽，埃斯特旺就已經有5個進球，在巴西隊的歷史上是第2年輕達到這一成就的球員。誰在他前面呢？球王貝利。在最近，英格蘭的《衛報》公布了自己評選的2025年世界足壇100大球星。今天咱們故事的主角，年僅18歲的埃斯特旺排在第59名，竟然領先巴塞羅那的德容，還有曼城的福登。而這個榜單上前10名是鄧貝萊、亞馬爾、維迪尼亞、姆巴佩、凱恩、哈蘭德、阿什拉夫、拉菲尼亞、薩拉赫和佩德里。朋友們，今天咱們對巴西18歲的天才埃斯特旺，也就除了亞馬爾之外，他現在是最炙手可熱的18歲新星。主要老 K 還是從戰術的角度分析埃斯特旺的特點在哪裡。那麼在今年7月份的世俱杯上，他當時身披帕爾梅拉斯的戰袍，攻破了自己現在的東家切爾西的球門，而切爾西又成為了那屆賽事的最終冠軍。所以埃斯特旺這一季破門非常的含金量十足，他進球的恰恰是自己即将加盟的球隊。埃斯特旺無疑是現在最具代表性的年輕的新星。他在2023年當時只有16歲的時候，就已經在巴西的帕尔梅拉斯上演了一線队的首秀，隨後第2年就首次入選了巴西國家隊，這個速度可謂是火箭般的竄身啊！當他完成了成年國家隊首秀之後，立刻切爾西就敲定了這筆引援。而在2025年夏窗正式加盟切爾西登陸英超賽場之後，他在切爾西对陣利物浦的英超聯賽比賽臨近結束的時候，攻入了自己加盟藍軍的首粒進球，隨後又以18歲零181天的年齡，成為了切爾西隊史上最年輕的在歐冠的進球者。緊接着1個月後，在切爾西3-0戰勝巴塞羅那的比賽中，他再次破門，成為了姆巴佩和哈蘭德之後第3位在歐冠聯賽前3場首發均取得進球的20歲以下球員。要記住，這時候他只有18歲啊。而與許多的足球鋒線上的天才一樣，埃斯特旺也是一名左腳球員，他也是目前最流行的左腳攻擊手，卻司職右邊鋒。他最大的特點是出色的盤帶能力和控球的天賦，無論是在狹小空間還是在前面有更大空間的情況下，埃斯特旺都能夠輕鬆的1對1突破防守球員。他的這種天賦敏銳的球感，即使是在短時間內完成多次小範圍觸球，他依然能夠保持非常快的速度帶球推進。而且他還不獨，埃斯特旺在2过1撞牆式配合中的跑位时机拿捏堪稱一絕。他在傳球的同時幾乎能夠同步啟動前插空當，他這種一腳觸球加瞬間前插的連貫動作，就能夠再次接球並且繼續向前推進。埃斯特旺在控球的環節跟許多巴西球星一樣，他喜歡用腳底去控球，作為盤帶前的鋪墊動作。這個動作既能夠誘使防守球員上搶，又能為自己下一步啟動做好準備。他會在對手尚沒有完全站穩，仍然處於移動的狀態的時候，精準地判斷啟動時機，突然瞬間發力，隨即通過爆發式的變速完成加速突破。而有時候面對一些身體對抗能力突出、拼搶兇悍，而且善於利用身體卡位封堵外線突破的防守球員的時候呢，他有時候會陷入一些困難。而面對這種防守，他的破局之道就是用內切的線路，先做假動作迷惑對手，緊接着觸球瞬間便瞬間啟動突破。這讓埃斯特旺在盤帶過程中形成了他標誌性的折線變向跑位，這是一種之字形的移動，在防守密集区域推進的时候非常有效。這種假動作也給他創造了更多選擇，又可以射門，也可以傳中，還可以給直塞球。埃斯特旺頻繁的盤帶過人特點，讓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兜射遠角的習慣。他喜歡用內旋的弧線球瞄準球門的遠端，
是的，埃斯特旺的進攻動作中總會融入假動作、虛晃以及小幅度撥球調整的細節，尤其擅長從右邊向左邊的變向撥球，這樣就能為自己創造射門的空間。而埃斯特旺的每一次射門時機也拿捏得恰到好處。此外，有時候哪怕是在高速帶球突破的過程中，他依然能夠保持冷靜，精準地完成一脚兜射遠角的射门。值得讚嘆的是，埃斯特旺的射門力量非常足。尤其是在中路區域或者兩線之間接球的時候，埃斯特旺的威脅性更為突出。他的一些遠射的特點就是勢大力沉，球速很快，下墜也很明顯，有一道明顯的軌跡，而且帶着強烈的旋轉弧度。即使有時候皮球離他身體很近，但因為他自身帶球時的那種小範圍觸球的習慣，而有時候哪怕在中路空間被對手完全壓縮的情況下，埃斯特旺依舊能夠轟出非常有威脅的重炮攻門。在切爾西進攻的時候，當隊友們把球轉移到左路時，他有時候會等機會攻擊對方防線身後的空當，通常會沿着對方邊後衛的外側跑動。在這裡，他可以側身調整身體的姿態，完成一記斜線的兜射，也能夠施展他右腳的重炮轟向球門的近門柱。目前，埃斯特旺正在逐步的學習阿森納球星薩卡的跑位風格，增加自己橫向跑动接球的次数。不過，如果以後想在进攻3区的打法上更具多樣性，因為要不斷打破對手的預期，石頭剪刀布，你不能只用1、2樣武器，對吧？所以未来埃斯特旺還得在這類穿插跑位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學習。這位18歲的巴西國腳，他已經展現出非常強烈的到對方遠端門柱去搶點的這種進攻傾向。他經常通過跑位到防線身後，或者斜線插入盯防自己的邊後衛身前去找破門得分的機會。尤其是在隊友給出低平的傳中球或者貼地弧線傳中球的時候，這個特點在埃斯特旺身上更為突出。他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這些射門的區域，利用反彈球找機會捕捉門將撲球脫手的補射機會，或者隊友頭球擺渡的機會，或者對方後衛解圍失誤的2次落點。這樣埃斯特旺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些射門的手段得分的方式。而要知道，這類進球對任何邊鋒的進球記錄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即使有時候沒有直接參與進球，可埃斯特旺在前場也積極的參與進攻和組織，經常插上突入禁區。他能夠精準的將球傳到對方防線的身後，和隊友打出配合。這種穿透性的直塞球可以讓他有效串聯起前插隊友的進攻。而在禁區前沿區域，他有非常強的配合的意識，尤其擅長通過假動作去迷惑防守球員，和隊友打出精妙的配合。他在跑位中的假動作非常具有迷惑性。不過現在在禁區內，他的傳球速度還可以傳得更快一些，因為禁區內人多，機會稍縱即逝嘛。不過相信隨着年齡的增長，這一方面他應該會有所提高。而埃斯特旺送出的低平的傳中球或者貼地弧線的傳中球，均是可以勢大力沉地穿透對方小禁區，給對手的防線制造全方位的混亂。同時他還能用巧妙、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假動作送出回敲的傳球，就是我們說的回头點。這樣全面的能力就讓埃斯特旺能夠有效地在切爾西右路發起進攻。未來假以時日，經過自己的打磨和精進，埃斯特旺有望成長為一名能夠兼顧外線突破和兼顧內線內切的全能型的邊鋒。這也是現代足球對邊路球員的核心要求。好，以上是關於埃斯特旺的技術特點的介紹。那麼咱們專門再看看他在場上踢右邊鋒的時候的特點。上賽季在巴西帕爾梅拉斯隊效力的期間，埃斯特旺主要是以右边锋的身份活躍在4-2-3-1的阵型體系當中，但是在一部分的賽事裡面，他也會在3中衛戰術體系下出任邊翼位或者邊鋒。在2024賽季的巴西足球甲級聯賽，埃斯特旺一共有22球助攻，他也成為了巴西甲級聯賽最佳球員。而這個亮眼表現的背後，離不開球隊在左路進攻端非常豐富和流暢的戰術配合，給他在右路所創造出來的有利條件。當埃斯特旺在右路拉開寬度，牽制對方防守的時候，球隊的進攻重心就會向他所在的邊路轉移，這就能讓埃斯特旺獲得非常開闊的接球空間。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對手防守重心已經被事先吸引到左路的基礎之上。這一點老 K 講過無數遍，控球的核心目的是在一側控球，吸引對方更多的防守注意力，然後突然把球又轉移到另一側，這時候自己的隊友在另一側就是無人防守的所謂自由人。所以正因為帕爾梅拉斯隊有這樣的戰術布局，埃斯特旺就可以頻繁地獲得1對1的進攻機會。而這個時候同側的右後衛馬克斯羅查還總能精準地把握時機判斷自己什麼時候前插助攻埃斯特旺，或者什麼時候留出讓埃斯特旺1對1的空間。正得益於此在2024賽季埃斯特旺完成的盘帶過人次數
創下了巴甲聯賽自2021年以來的單賽季最高紀錄。這個數據充分印證了埃斯特王的核心能力，他可以突破防守球員，可以內切入禁區，可以斜線兜射破門，以及突入禁區制造巨大威脅的能力。他也是2024年巴甲聯賽射手榜第3名。而在帕尔梅拉斯队的4-2-3-1陣型當中，雙後腰經常會向埃斯特旺這一側移動，給他提供內切傳球的路線，讓他可以在中路區域和隊友展開配合。一些撞牆式2過1的戰術時常是從這裡發起。而由於球隊的進攻型中場毛里西奧或者拉斐爾維加會經常參與左路的配合，這也就給埃斯特旺創造了內線的空間。他可以利用這些空間積極的內切，進攻型的中場又會進行內切的支援。而埃斯特旺總能敏銳地捕捉到隊友的這些跑位，送出穿透性極強的直塞球。除此之外，埃斯特旺自己還會採取斜線穿插跑位，或者和隊友交叉換位，或者衝擊中鋒洛佩斯附近的區域，尋求前場配合。埃斯特旺的跑位線路帶有明顯的弧線的特徵，無論是斜線的前插，還是向中鋒洛佩斯方向靠攏，目的都是為了串聯起整個前場的進攻配合。事實上，正是憑借這種表現，埃斯特旺以並列第3的名次躋身24賽季巴甲聯賽的關鍵傳球榜。當帕爾梅拉斯的左路球員在禁區內外活動的時候，就給了埃斯特旺許多選擇。他既能夠起腳傳中，將球送入禁區的腹地，也能夠用勢大力沉的傳球精準地傳到處在中路或者遠門處的隊友。此外，還可以選擇回敲，把球分給前壓的雙後腰，或者傳給套邊插上在禁區弧頂伺機而動的左後衛。而在加盟切爾西以後，埃斯特旺繼續在4-2-3-1的陣型中，主要是沿右路發起進攻。在馬雷斯卡的執教下，切爾西經常改打3後衛陣型，其中有1名後衛會移到4中場。在這種變形調整後的陣型中，埃斯特旺依然能夠保持在右路的寬度，不過卻失去了在帕爾梅拉斯時期右邊後衛的前插支援。盡管如此，他仍然有機會內切，和雙後腰中距離自己最近的球員，或者在球隊鋒線完成輪轉換位的時候，和中鋒打出前場的配合。在切爾西，埃斯特旺有了更多機会可以把球傳給前插的隊友，尤其是在对方邊後衛高位逼搶的情況下，他可以更早的和隊友進行2过1配合。但即便如此，埃斯特旺仍然有許多機會突破防守队員，獲得斜線內切射門的機會。由於隊內有1名中鋒、2名進攻型中場，還有1名邊鋒，隨時準備在埃斯特旺前插的時候衝擊禁區，所以他有很多傳中機會。他既能夠送出帶有弧線的傳中球，精準地找到進門處的隊友或者遠門處的隊友，也能夠把球傳給另一側的進攻型中場或者遠端的邊鋒，為他們輸送炮彈。而由於馬雷斯卡切爾西的進攻體系比在帕爾梅拉斯的時期更具結構性，所以現在埃斯特旺在切爾西內切盘帶的時候，身邊能夠獲得更近距離的隊友的支援。這也意味着埃斯特旺在右路發起的進攻，未來有望成為切爾西非常有效的傳中策應的選擇。那麼7月份，主帥馬雷斯卡當時還在切爾西與埃斯特旺在世俱杯對決。比賽後，馬雷斯卡曾經說道：“這個球員天賦異稟，他將會成為切爾西的重要球員。”是的，雖然年僅18歲，但今天咱們庖丁解牛，將目前埃斯特旺的主要進攻手段分析清楚，獻給大家，希望大家喜歡。好，朋友們，今天的英格蘭聯賽杯1/4決賽，阿森納在主場迎戰水晶宮，沒有想到比賽如此激烈。上半場的比賽，水晶宮門將貝尼特斯屢次救險，馬杜埃凱也錯失良機。下半場臨近結束第80分鐘，水晶宮的球員拉克努瓦不慎自擺烏龍。可是，在比賽補時階段第95分鐘，水晶宮的隊長格伊竟然補時絕平，於是只能進行點球大戰。然後又是拉克魯瓦主發的點球被門將凱帕撲出，最終阿森納是踢進了8個點球，總比分9比8，點殺了水晶宮，晉級4強。半決賽將對陣切爾西。今天的點球大戰真是拼心理呀！2個門將一直撲不出去，而水晶宮最後罰球的比凱帕還要頑固，就不信邪，偏要往凱帕一直倒的左邊踢，而凱帕也不信這個邪，玩的就是心理戰。最終門將凱指導的執着打動了對手。而且罰丟點球的拉克魯瓦，今天80分鐘的烏龍球也是他。一輪到這家伙罰球，老 K 心裡面咯噔一下，水晶宮可能完了。所以前段時間剛剛看完了洲際杯決賽，當時大巴黎和弗拉門戈的點球大戰罰不進去，太抽象。現在切換到英超如此高質量的點球局，多少有些不適應。當然，踢了90分鐘就罰點球，也許體能占點優勢。洲際杯踢了120分鐘再點球，還是有些區別的。
最後今天比賽取勝之鑰匙還是凱帕用了一招守株待兔，沒想到偏偏就有這麼一隻不信邪的兔子，它還真的就來了。那麼最近3場比賽，阿森納竟然有對方的3個烏龍球，命也是真硬。阿森納現在像不像賽季初的利物浦？這麼好的運氣會不會用光啊？但拋開這些不講，確實阿森納讓我們看到有一些強弩之末。過去3場比賽，阿森納自己球員只進了1個點球，竟然是3連勝。可今年對槍手來說真的是奪冠最好的機會，如果這麼好的機會還拿不到，阿爾特塔是不是命裡真就沒有英超冠軍命啊？還好今天主教練安排了大幅輪換，主力球員終於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而對面的水晶宮防守做的是真不錯。進攻方面，阿森納今天機會的能力把握有些欠缺，但首發打了59分鐘的馬丁內利今天的比賽表现很好，送了那麼多傳球，队友但凡給力一點，也許上半场就已經助攻帽子戏法了。最近有一些關於馬丁內利的轉會傳聞，小馬丁也許就被刺激到，今天的表現特別好。但最後啊，大家都希望千萬別受傷。好，過去幾個小時內，有一則消息在足壇引發了不小的波瀾，說阿森納已經將馬丁內利列入了可出售名單，槍手正在重新評估他的未來。從倫敦方面來的說法是，阿森納計劃將馬丁內利推薦給土耳其的豪門費內巴切。如果交易成功，老 K 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今年其實咱們表揚他挺多的，各項賽事20次出場，10次首發，打进6球1個助攻，這個效率比過去2個賽季已經有所提高。可惜在聯賽中5次首發13次出場，只有1個進球，沒有助攻。馬丁內利還是有些時靈時不靈的感覺。而東窗就要打開，空穴來風，不知道今年爭奪聯賽冠軍的節骨眼上，阿森納如果真的割捨掉馬丁內利，是不是在左路有其他的人選要補強呢？別管了，最近馬丁內利的女友伊莎貝拉·盧索又更新了自己的照片，非常的俏皮，十分的可愛，小情侶的日子過得不錯。馬上就是聖誕節平安夜，也祝每一個槍手阿森納的球迷們聖誕快樂。而今天的聯賽杯也是热蘇斯的第100場代表阿森納的比賽。雖然他的身體狀態讓人擔心，經歷了11個月的膝蓋交叉韌帶的傷病，可最近有消息說，一旦他達到最佳狀態，阿森納可能考慮和他續約。他最近連續3場替補出戰對陣布魯日、狼隊和埃弗頓，表現都非常出色。今天的聯賽杯比賽當中浪費了太多機會，射門技術仍然是他最大的短板，但除此之外其他都還可以。雖然浪費機會吧，但可以給隊友創造機會。熱蘇斯在場上有時候比澤凱賴什感覺要好一些。而昨天在沙特舉辦的意大利超級杯決賽，那不勒斯2比0戰勝了博洛尼亞。霍伊倫在社媒發表了奪冠感言，可怎麼看都像是在嘲諷老東家曼聯。霍伊倫的社媒發布了一張自己和意大利超級杯的合影，並且配文：多麼偉大的決定啊！嘿嘿，本賽季他在那不勒斯已經出场了19次，17次首發，打進了7個球2個助攻。其實在今年夏窗，曼聯一直想賣他，可霍伊倫一直表忠心，一直說自己要堅決的留下來。確實對俱樂部也忠誠，能力雖有欠缺，可態度沒有問題，所以小伙子霍伊倫有點情緒也正常理解。最近是假期休賽期啊，亞馬爾利用這段時間上線了自己的全新視頻頻道，並且發布了一段超過10分鐘的視頻，首次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家。這段視頻拍攝的是他此前居住的地方，而且從屋內的雜亂的陳設和堆放的紙箱可以看出，當時拍攝的時候正臨近搬家。在這個視頻裡面，亞馬爾向鏡頭展示了自己在家中收藏的所有個人獎杯，還談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個人生活習慣。他說呀，我只喜歡香草的味道，家裡的所有東西都必須是香草味的，而我總是盡量早點睡覺，就是為了半夜醒來可以吃餅乾。我真的太喜歡吃餅乾了，這是我最喜歡做的事兒。也正因為這個習慣，我現在沒法談戀愛，因為我總會在半夜醒過來。嘿嘿，小孩子嘛，說話語無倫次的，值得理解。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半夜醒過來會打擾旁邊睡覺的女友呢，還是說自己每天睡得太早，談戀愛不能睡這麼早？反正老 K 是沒聽懂，大家可以在留言區说说到底怎麼回事。最近亞馬爾的進球和助攻數據仍然在上漲，上賽季他是55次出場，51次首發，18個進球，22個助攻，而本賽季20次出場，19次首發，已經獲得了9個進球，10個助攻。現在只要首發，直接就能創造1.0個進球。這太恐怖了，要知道他才剛剛18歲呀。不過對年輕人，咱們仍然要激勵和鞭策。亞馬爾現在還不是完全體，嚴格來說他還沒有硬解能力，尤其是在靠近對方的禁區3區時，他的終結能力不是太好。由於他的身體和躡足的原因，亞馬爾處理球的方式還是稍顯單一。
所以從觀感上看，沒有上賽季看着那麼靈動，踢球的合理性似乎不如上賽季。這也可能是他帶球強突過多，有的突破很勉強，導致進攻節奏就在他那兒停了下來，而且會經常失去球權。不過很多時候不能這麼簡單的對比，因為本賽季萊萬的運動能力又進一步的明顯下滑。很多次萊萬在禁區前能夠射門的機會，可步點跟不上，明顯慢了一拍，只能轉而給其他人做球。萊萬在門前威脅的下降，打不開局面，就需要2個邊鋒和10號位的球員承擔更多的進攻任務。包括過去梅西在巴薩，每個賽季他的技術特點和戰術的權重都會有一些微調，如果過於的一成不變，就太容易被對方判斷。足球也好，任何競技運動也罷，關鍵是打破對手預期，石頭剪刀布要換着出，千萬不能被對方猜到。所以亚馬爾未來进化的重心就是要打造自己进攻的多樣性。另外，關於皇馬今天有新聞，中後衛赫伊森的表現引發了皇家馬德里內部的許多質疑，主要的批評說他速度不夠快，球風也不夠強硬，或許更適合踢中場。目前看，赫伊森來了皇馬之後，在世俱杯的賽事中非常亮眼，可此後的表現卻一路下滑，接連遭遇了紅牌罰下和傷病困擾。皇馬本來希望他能成為後防線上的領袖，可現在看来相去甚遠。不過赫伊森的出球能力非常好，但在防守端的表現卻漏洞百出，很难讓人放心。身後球就是他最大的弱點，因為速度本來就不是他的強项。目前西甲的各路对手都針對赫伊森的這一致命短板，屢次針对他這個點發起衝擊，直逼庫爾圖瓦鎮守的球門。而且不僅如此，對手前鋒還會抓住機會利用他的弱點，想方設法誘使他犯規，染紅牌離場。這樣的事兒在本賽季皇馬已經上演過好幾次。除了速度這個致命缺陷以外，在和對方前鋒的正面對抗中，赫伊森缺乏一名中後衛應該有的強硬作風，和吕迪格、米利唐相比差距非常大。在皇馬对阵塞維利亞的比賽中，他的表現堪稱全隊最差。當然，表現糟糕的也不止他一人。可是赫伊森是皇馬的重磅引援，現在淪為了隊內充滿爭議的球員。已經開始有人建議，或許阿隆索是不是讓他打中場，不要繼續擔任中後衛。這也是老 K 頭一次聽說後衛踢不明白就建議人家改踢中場的。可是啊，這裡就是皇家馬德里，在皇馬踢球執教就是如此大的壓力。要知道，一個20歲的中後衛本來就需要許多的成本，包括時間成本、犯錯成本，才能培養出來。現在年輕一代的後衛中，巴薩的庫巴西、皇馬的赫伊森已經算是領頭的佼佼者了。但是中後衛這個位置一旦犯錯就會挨批，所以有時候老 K 總說足球的本質是娛樂，大家不要太當真，也是給這些球員減壓，但同時也给我們自己減壓，不能因為這的那的連批評和表揚都不敢了，對吧？老 K 也是一個感情非常強烈的人，有時候可能批評有些過，有時候可能表揚有些過，希望大家諒解。但是對足球可以說，一旦看球啊，老 K 那個精神勁兒啊，荷爾蒙極度分泌，該誇的時候誇，該讚的時候讚，該罵的時候也罵。不好意思，希望大家理解。好，讓我們再看一下皇馬球員維尼修斯正在跟女友去迪拜度假，也分享了照片。他現在的女友維吉尼亞·豐塞卡是1999年出生，父親是葡萄牙人，母親是巴西人。維吉尼亞呢，出生在美國，可童年又隨家人搬到了巴西。現在他的職業是電視節目主持人、企業家，以及是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自媒體創作者，社媒上竟然擁有超過5000萬粉絲。而維吉尼亞在認識維尼修斯之前，曾經和巴西歌手澤菲利佩結婚，並且養有3個孩子。在2025年5月宣布分手。幾天前12月20日，維吉尼亞曬出了自己和維尼修斯的合照，維尼修斯還專門在評論區秀恩愛，寫道：“我好想你啊！”而現在休賽期迪拜之行，維尼修斯終於圓了自己的心願了，就不知道和女友以及女友的3個孩子在一起，這趟旅行能不能讓他 calm down， 冷靜冷靜。個人覺得維尼修斯這樣的小孩性格，喜歡比自己大一些的女孩也值得理解，更能夠在對方身上找到一種成熟感。而最近關於他和皇馬的續約問題，維尼修斯還心存疑慮，主要是感覺有球迷不支持他，特別是在對陣塞維利亞的比賽中被換下場的時候遭遇了噓聲。而在這件事情上，皇馬的主教練阿隆索沒有公開為他辯護，僅僅回應稱球迷是至高無上的。這個行為被認為是阿隆索對維尼修斯的一次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然了，這些都是報道皇馬的媒體抓住一些有的沒的，不斷放大，制造新聞，制造素材。這些東西不重要，重要的還是成績，還是未來1-2個月皇馬維尼修斯能夠踢出什麼樣的水平。最近關於皇馬看上的球員，有前利雅得新月的球員阿爾賈比爾透露，魯本內維斯很可能在本賽季結束後自由轉會加盟皇馬。
現在內維斯的合同和利雅得新月只剩6個多月，他在沙特期间的周薪高達35萬英鎊。此前曼聯對他一直有所關注，而內維斯在利雅得新月的前隊友，同時也曾經在狼隊一起效力的阿爾贾比爾說：“我擔心魯本內維斯會在本賽季結束合同到期後，以自由身從利雅得新月轉會加盟皇馬。有多家英超的俱樂部也希望簽下他，並且向他提供為期3年的合同，也就是直到他31歲。皇馬也在其中。我可以肯定，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俱樂部對他感興趣。”魯本內維斯28歲，這是位非常了得的中場球員。皇馬如果真能免簽得到他，將無疑中場得到大大的加強。好的，明天就是平安夜，祝大家聖誕快樂，朋友們，讓我們明天再見。